王一博在电影圈有多抢手？尔冬升直言，有王一博的话，没剧本都能拍。王一博在电影圈到底有多抢手？导演尔冬升曾经用一句非常有代表性的话来形容，那就是找到王一博，不用写剧本都可以马上拍。当然，这句话并不是说剧本不重要，而是在影视行业里，能够让导演如此评价的演员其实并不多。因为在现实的电影市场中，一部电影想要顺利启动，远远不是导演和演员到位那么简单。从项目立项开始，就涉及投资方评估、品牌合作、发行规划、宣传资源以及后续院线排片等多个环节。很多项目明明有不错的故事，却因为缺少足够的市场号召力，迟迟无法推进。而王一博恰恰拥有这样的影响力。业内不少人都知道，当一个电影项目确定由王一博出演之后，很多原本复杂的问题往往会变得顺畅许多，投资方更有信心，品牌方更愿意合作，媒体关注度迅速提升，甚至连观众的期待值都会提前拉满。可以说，王一博3个字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市场价值。更重要的是，王一博带来的不仅仅是流量。过去几年里，从无名到长空之王，再到热烈，他的电影作品一次次证明，他已经不再只是偶像艺人，而是在不断用作品积累自己的电影履历。观众愿意为他走进电影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看到了他的成长和进步。对于导演来说，一个既有票房号召力，又愿意认真打磨角色的演员，无疑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而对于片方来说，王一博更像是一张能够吸引市场关注的王牌。当项目官宣他的名字时，话题度、关注度以及传播效果往往都会迅速提升。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王一博已经成为年轻演员中极具竞争力的存在。他能够吸引年轻观众，也能够获得专业导演的认可，既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又在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作品成绩。这样的演员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自然十分抢手。所以尔冬升导演的那句评价，虽然带着几分玩笑意味，却也从侧面反映出王一博如今在电影圈的真实地位。有他在，项目更容易获得关注；有他在，市场更愿意给予期待；有他在，电影从筹备到宣发都会拥有更多优势。难怪不少网友感慨，王一博早已不仅仅是顶流那么简单。因为所谓顶流，或许只是人气的体现，而能够同时获得市场认可、观众认可和行业认可，才是真正难得的事情。正如大家常说的那句话一样，王一博不仅是顶流，而是顶到天了。这些年来，关于王一博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人喜欢他，也有人质疑他。而最常见的一种偏见就是，因为他是顶流，所以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他的成功只是靠流量，甚至觉得他没有真正的实力。但如果认真回顾王一博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这样的看法其实并不客观。很多人提到王一博，首先想到的是《陈情令》。然而在《陈情令》开拍的时候，这部剧并不是什么公认的大资源。当时的制作规模、演员阵容以及市场期待值都远远无法和如今的一线大制作相比，甚至可以说，在项目刚公布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它。如果真的是所谓的顶级资源，那么剧组里不可能几乎没有能够撑起市场热度的大牌演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一博凭借蓝忘机这个角色走进了大众视野。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观众认为，蓝忘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角色之一，
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王一博对于人物气质的准确把握。那种克制、隐忍、沉稳的情绪表达，并不是单纯依靠外形条件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演员真正理解角色内心。更重要的是，《陈情令》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一个演员只是运气好，那么或许能够凭借一部作品获得关注，但很难持续多年保持热度。然而从《陈情令》之后到今天，王一博依然活跃在影视、电影、综艺、舞台等多个领域，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其实在娱乐圈，流量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关注，但无法支撑长久的发展。观众可能会因为好奇点开一部作品，却不会因为流量而反复买票走进电影院，更不会因为流量持续几年关注同一个艺人。能够留下来的，最终还是作品和个人能力。还有一点经常被网友提及，那就是王一博出道至今，经历过无数关注和审视。作为长期处于聚光灯中心的公众人物，他的过去、经历，甚至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被外界反复讨论和研究。娱乐圈从来不缺被考古的艺人，也不缺被放大检视的明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外界始终没有扒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黑料。相比于一些艺人频繁陷入争议，王一博给大众留下更多印象的，反而是低调工作、专注事业以及不断挑战自我的状态。当然，没有任何一个艺人能够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也没有人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客观来说，一个能够凭借作品走红，凭借努力站稳脚跟，并且在长期高关注度下依然保持良好公众形象的艺人，本身就已经非常难得。或许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王一博。大家发现，他的成功并不仅仅来自于顶流这个标签，而是来自于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实力、作品和口碑。流量可以让一个人被看见，但真正能够让一个人站得长久的，永远是他自身的价值。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一博能够走到今天，显然不仅仅靠的是运气。如果说流量能够带来关注，那么最终决定一个演员行业地位的，还是作品和成绩。而在这一点上，王一博这些年的表现确实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答卷。从无名到长空之王，再到热烈，王一博主演的多部电影先后在市场和口碑层面取得不错成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几部作品累计获得了18项金鸡奖提名和6项华表奖提名。对于任何一位年轻演员来说，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参与到这么多获得主流奖项认可的作品当中，本身就已经十分难得。更关键的是，这些成绩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流量效应之上。无论是无名的谍战题材，长空之王的空军试飞员题材，还是热烈的现实励志题材，它们都属于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类型。这意味着王一博并没有停留在单一赛道，而是在不断尝试新的角色和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市场也给出了最直接的反馈。据统计，王一博主演电影累计创造的票房成绩已经突破34亿元。对于一位仍然处于上升期的青年演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分量的数据。因为票房从来不会因为一句口号而产生，也不会因为一次热搜而自动增长。观众愿意买票走进电影院，最终还是因为认可作品，认可演员在作品中的表现。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开始把王一博视为电影市场中极具价值的青年演员。对于投资方来说，
他拥有稳定的市场号召力。对于导演来说，他愿意投入时间研究角色；对于观众来说，他不断用新的作品证明自己的成长。这样的演员自然会成为各类优质项目争相合作的对象。事实上，娱乐圈从来不缺流量明星，但能够把流量真正转化为作品成绩的人却并不多。有些人拥有热度，却拿不出代表作；有些人拥有话题，却缺少市场认可。而王一博这些年的发展轨迹恰恰说明了一点，他的成绩并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也不是靠别人吹捧出来的，而是一部作品接着一部作品积累出来的。大家好，王一博一路走到今天并不容易，所以很多粉丝都会选择收藏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周边。我整理了一批比较受欢迎的王一博同款和陈情令纪念品，链接就在视频简介和置顶评论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让你心动的收藏。更难得的是，在如今这个流量竞争激烈的时代，王一博很少依靠夸张的话题制造关注，也很少主动参与各种争议性营销。很多时候，他的新动态不是来自热搜预告，而是来自新作品官宣、电影上映或者品牌活动。相比于频繁曝光维持热度，他似乎更愿意把时间放在工作和作品本身。因此，当越来越多导演、制片人和业内人士愿意向王一博发出合作邀请时，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市场看重的从来不是短暂的人气，而是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从目前的成绩来看，王一博香饽饽的名头确实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他一步一步用作品、票房和行业认可亲手迎来的。对于这样的成绩，即便有人不喜欢他，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实力和影响力。可以发现，现在王一博是能不露面就不露面，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惧怕他的影响力。这就是如今的王一博。其实他现在长时间不拍戏是好事，演员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王一博能放弃巅峰圈前的机会去沉淀，这就证明他很聪明，而且对未来的路非常有规划。争议的艺人怎能让人不爱？大家永远不用担心王一博的决策。当尔冬升提到王一博的时候，不仅不是不尊重剧本，反而是想阐述剧本为王的终极理念。王一博的影响力太大了，说白了，有他的作品，剧本就差不了，或者说烂剧本就不会出现在王一博面前。说白了，王一博找来了，好剧本也就随之出现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要知道，电影和影视剧不同，这不是仅靠流量明星就能撑起票房的。没错，王一博的电影票房高，就是单纯的因为人家的作品拍得好。只是很多人对王一博有偏见，想当然的觉得他拍不出好作品，认为他演技不够好。其实王一博的演技已经很好了，某些人时候放下偏见，去好好欣赏王一博的演技了，相信看过之后肯定会对他刮目相看。毕竟人家并不是资源咖，而是完全从配角开始演起的。至于网络上那些王一博几年没进组了，还在营销抢手的声音，说实话，这样的观点更多反映的是对行业缺乏了解，而不是对事实的客观判断。仔细想想，一个能够连续主演《无名》《长空之王》《热烈》等重点项目的演员，一个被多位知名导演公开认可的演员，一个拥有稳定市场号召力和票房成绩的演员，他真的会缺资源吗？答案其实并不难得出。在娱乐圈里，真正缺资源的演员往往需要不断曝光自己，拼命争取机会，因为稍有停顿就可能被市场遗忘。但对于王一博来说，情况显然完全不同。
他已经证明过自己的商业价值，也证明过自己的票房能力，更证明过自己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拥有更多选择权，而不是被动等待选择。很多时候，外界习惯用进组频率来衡量一个演员是否发展顺利，但实际上，对于已经站稳脚跟的演员而言，比起一年拍好几部作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反而更加重要。因为作品数量并不等于作品质量，拍得多未必就是好事，拍得对才是真正的关键。回顾这些年娱乐圈的发展，不少演员在流量最巅峰的时候疯狂接戏，频繁曝光，希望尽快把热度变现。然而结果往往是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因为过度消耗口碑而影响后续发展。相比之下，王一博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快的时候，他反而更愿意让自己慢下来。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有能力选择机会；不是因为接不到戏，而是因为不愿意为了维持曝光而随意消耗自己。能够在最受关注的时候保持克制，其实远比不断刷存在感更加困难。也正因如此，粉丝们对于王一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心态。因为大家知道，他并不是那种依靠短期热度生存的艺人。过去的作品成绩、行业认可和市场表现，已经为他积累了足够扎实的基础。与其担心一时的曝光多少，不如相信他的判断和选择。这种信任，其实也是王一博与粉丝之间多年形成的一种默契。外界看到的是暂时没有新作品进组的消息，而粉丝看到的则是一个始终按照自己节奏前进的人。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该沉淀的时候安静积累，不被外界声音左右，也不被市场节奏裹挟。所以，当有人质疑王一博是否还抢手的时候，答案或许早已写在过去几年的成绩里。真正抢手的演员，并不一定每天都出现在新闻里，真正有价值的演员，也不需要通过频繁曝光来证明自己。因为市场会记住成绩，导演会记住能力，观众会记住作品。而王一博之所以能够持续获得行业关注，恰恰是因为他拥有选择的底气。对于这样的演员来说，暂时的沉淀从来不是退步，而是在为下一次出发积蓄力量。这不仅不会影响他的竞争力，反而会让外界对他的下一部作品产生更多期待。因此，与其说王一博是在被营销成抢手，不如说他的行业地位早已通过一次次作品和成绩得到了验证。资源不会无缘无故向一个人靠拢，市场更不会长期认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而王一博能够持续获得关注和期待，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正因为如此，大家才会说王一博的抢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行业和市场共同给出的答案。